我在每一次的会议上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了，可是人家不听啊，还要给我扣上一些帽子。本本，帽子，害苦了红军啊！我也有责任。老毛，我投过你的反对票。此一时，彼一时吧。但是啊，这湘江的失败，我们要好好的反思。这仗不能再这么打下去了，路也不能再这么走下去。我看呢，老毛应该重新出山，指挥红军。败军之计受命。老毛，你愿意吗？不是我愿不愿意的问题啊，是我们的党需不需要我发挥作用的问题。我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我要发声。老毛，我们都支持你。为了中国革命的生死存亡，在这个时候，要有人站出来，奉命于危难之间。湘西防线布设的到底如何了？为什么何健还不报告？已经催过了。大胜之后，湘军损失也不小，总是要休整几日。不要被一场胜利就冲昏了头脑。虽然共军损失惨重，但是你想想，朱毛周这些个人都还在，所以要一如既往，坚决通剿。是。贺龙所部近日来表现得很活跃，明显有借营干匪的企图。传令下去，坚决堵死共匪北上与贺龙会师的通道，夙夜匪懈，失勤使用，要让他们遭遇第二次湘江之战。是。为什么要改变计划，不去湘西与贺龙会师？老毛，你谈谈吧。现在的事态已经很明显了。此刻北上就是死路一条，我们正在往蒋介石的口袋里钻呢。你不要危言耸听。湘江之战以后，我们的敌人都去哪儿了？难道回家睡大觉了？跟在我们后面的敌人只有几个师，其他人呢？几十万人就这么消失了？那你说他们在哪里？就在我们的前面，在北上的路上，已经布好了阵，等着我们红军自投罗网。前方的侦察员已经发现了。现在到处都有敌人在挖战壕、修工事，这报纸上也有消息。湘西到处都热闹得很。Нам нельзя менять план действий. Мы должны собраться смелости и прорвать оборону противника. 我们不能改变作战计划，我们要以无比英勇的攻击来突破敌人的防线。湘江的教训还不够，我们拿什么来突破敌人的新防线呀？现在的红军跟渡江之前已经不能比了。不仅人数锐减，武器弹药的损失更大。出发西征2个月有余，我们的战略意图暴露无遗。这个时候还僵化执行原定计划，会碰得头破血流。嘉祥，你的意见呢？现在咱们部队士气不高，如果这个时候还和敌人的新生之师硬碰硬，那结果可想而知啊。И куда, по-вашему, должна идти Красная Армия? Или нам оставаться на месте и ждать, пока нас уничтожат? 那你们说红军要往哪里去？停在原地挨打吗？停是不能停的，回也回不去。摆在我们面前的有2个敌人，一个是强敌，一个是弱敌。我们要想走出一条活路来，可以先打弱敌。哪个是弱敌？贵州。贵州的军阀王家烈很不得民心，实力又很弱。转兵贵州，
红军可以得到休整的时间和空间。但是进入贵州不在我们的作战计划里，那就把计划改一改。计划是死的，人是活的呀。这倒是一个崭新的建议，我想一想。И зачем нам в Гуйчжоу? Центр кита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находится в Хунане, в Jiangxi, в Фудяне. 去贵州干什么？中国革命的中心是湖南、江西、福建。斯大林同志曾经说过，如果斗争不利，红军可以退去四川。那连四川都可以去，贵州可就近得多了。我看，去贵州是条出路。来，我们可以先进入贵州，稍事休整，再找机会北上湘西。我同意。嘉祥的意见呢？我同意进贵州。博古同志呢？我保留意见。恩来，你是军事上的负责人，要果断呢。根据组织意见，多数通过，我同意进军贵州。地无3尺平，天无3日晴。这太阳终于出来了。贵州这个地方，居大不易啊。可是总比被动挨打强啊。但是这下一步，可要往哪儿走啊？老毛最近都忙什么呢？拖着个病身子，天天搞调研。老毛这股劲头，真让人佩服。我看还得他主事儿，李德是不行的，博古已经乱了分寸，恩来，哎呀，太难了。我们要对中国革命负责，绝不能听天由命。老毛，文天，嘉祥啊，还没吃饭呢。吃。哎呀，现在啊，这干部战士的面貌有所恢复，革命的队伍就应该这样，打不垮，拖不烂。老毛，你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啊！队伍被搞成这个样子，我很痛心疾首啊！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老毛，我们会支持你的。首长，饭好了。红主给我米饭拿回去。打开了几个土围子，干部战士们都有米饭吃。给我。哎，细粮啊，我是真吃不惯呀。那，帮我把它消灭掉啊！你留着吃。看这是什么？病号都有优待，都有份儿。大鹏啊，怎么样？转兵打进贵州，感受如何呀？地方虽然穷了点，但是肚子能填饱。山路不好走，敌人一时半会儿追不上。现在，敌人都在北边修筑工事，谁也没有料到我们向西拐了个弯儿。所以说呀，早这么打早就好了。还是你们英明啊！英明，英明的另有人在啊。老庞，下一步该怎么走？你有什么想法？既然已经甩开敌人了，那就干脆继续大踏步前进。你看咱们这几次反围剿，步子越大，空间就越大，取得的胜利就越大。越贵去不了，湘西不能去，
那就在贵州开辟战场。这个不仅是老彭的想法，也是广大官兵的心声啊。我不大懂军事，但是我跟你们想到一块儿去了。红军的作战方针也要有所调整。现在全军上下都盼着打场大胜仗。上次会议决定，我们先入贵州，稍事休息，找机会再北上湘西。今天我们就讨论一下，现在是不是可以往湘西去了？据我观察呀，这后面的追兵是越来越少，那他们去哪儿了呢？很有可能到前面等着我们呢。所以啊，这个湘西还是不能去。那我们要去哪儿呢？我的意见呀，是去到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黔北地区。也就是说，我们下一步的目的地是遵义。这是全新的前进方向，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同意去遵义，因为己方敌人势力相比较，只有前军是最弱的，这样有利于我们红军大部队突围转移。要不要问一下李德同志的意见？他感染痢疾发烧了，躺着呢。蔡翔，你说说你的看法。我觉得还是听大家的意见吧。行，大家举手表决吧。同意前往贵州的，请举手。赤匪没有继续向湘西进发，而是转道进入了贵州，目前已经渡过了乌江，抵近了遵义城。王家烈的双枪兵一触即溃。这和之前的战法很不一样，湘西的防线白白浪费了。湘西的防线没有浪费，可以防止共军回头，也可以抵御贺龙。至于贵州，让他们去闹，帝陵薛岳入黔追击。这次不用何键的湘军了，他能守住湘西防线就不错了。入黔作战，还要靠我们的中央军。是。报告。进。电报。赤匪攻占遵义城。王家烈无能，贵州糜烂。电令川滇两军入黔作战，命令中央军加速前进。看样子，我要亲赴贵州督战。第5次反围剿的失利，主要原因在于敌人力量强大，苏区物质条件差，各地支援战争工作没有做好，各根据地相互配合不够紧密，国统区斗争未能积极配合，这些客观存在的情况，造成了失利的结局。我们之所以没有取胜，有各种客观原因，不容否认。但是在军事上，我们犯了巨大的错误，而我作为军事上的主要负责人，负有很大的责任。我不同意博狗同志的报告。我也不同意博古的报告。老毛，你来说两句。我认为啊，博古同志的报告里，对第5次反围剿的失败总结的那些原因呀，是不能够成立的。因而啊，这个报告不是实事求是的，而是替自己犯的错误
做病了。我以为你们在指挥红军对付敌人第5次进攻时，不客气地说，犯了军事路线的错误。这个错误在整个的战争中归纳起来，表现在3个阶段。其第1个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2个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3个阶段是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你们看看，是不是这样？同意，同意。很有道理。为什么敌人的1、2、3次进攻都被我们打败了，可唯独是第5次进攻我们没有胜利？当然，有很多的客观原因，但是其中的主观原因，博古同志还是分析的少了一些。前4次反围剿，各个根据地也是被敌人分割的，而根据地的范围比第5次反围剿时还要小，瓦解敌军、白区工作的开展也是有限的。可为什么我们却取得了胜利呢？其实啊，根据地的人民通过4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后方之前的工作开展的是很出色的。根据地内土地革命和经济建设的开展也是好的。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的口号下，广大群众参军参战，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护红运动形成热潮，10万工农积极分子武装上前线，红军力量空前的扩大，而前线的红军财政、粮食和其他物质的需要得到了供应和保证，这些都是粉碎敌人进攻的有利条件。所以，第5次反围剿的失败，是军事路线的失败，是指挥的失败。Мао Цзэдун, единственное, на что ты способен, это обвинять нас. 毛泽东，你只知道攻击我们。李德同志啊，你只会纸上谈，你不考虑我们的士兵要走路、要吃饭，还要睡觉，也不管他们走的是山路、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总部草拟的略图上这么一画，限定时间赶到战场，这样怎么能打胜仗？这完全就是瞎指挥。Это твоя месть! Месть за мою критику! И сегодня у тебя появилась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свести со мной счеты! 你这是报复，报复我曾经批评过你，今天你就趁机找我算账。李德同志啊，有话要好好说，要摆事实、讲道理，要以理服人。我完全赞成毛泽东同志的发言，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第5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是我们在军事指挥战略战术上犯了严重的错误。是指挥者根本不了解中国实际，不了解红军实际，甚至是不了解战场上的实际，仅凭着一张不准确的地图瞎指挥、乱指挥的结果。而这种主观主义错误，绝不能简单的归咎于某些客观原因。我也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对指挥第5次反围剿3个阶段的分析归纳，我非常欣赏，可以说是言之成理，顺理成章。最关键的是，他指出了问题症结之所在。有什么钱打什么仗，没有钱打什么洋仗。我对毛泽东指出李德同志是瞎指挥完全赞成，这我深有所感。李德同志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该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应该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都不过问的问题，他都要横加干涉。这不是瞎指挥，这是什么？第5次反围剿战争，诚如毛泽东所分析，我们在军事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大家的意见，我同意，不再重复。这些错误，其实过去不是没有发现，但谁敢提？谁提出来了，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是机会主义，前途就是反革命。这顶帽子吓死人呐！我再说几句。我朱德作为红军的总司令，第5次反围剿以来，却无能为力。由于博古李德同志错误的领导，湘江一战造成了这么多红军将士的牺牲，将士们的鲜血染糊了湘江。可是到目前为止，博古李德同志，你们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如果你们继续这么领导下去，
我们不会再跟着你们走了。哎，怎么又端回来了？首长都不吃，一屋子烟味儿，呛得厉害。说是给咱们这些小鬼打牙祭，好多大肥肉，闻着都香。哎，不能动啊，给他们留着。快，再去找几盒烟。绝大部分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可以形成决议了。伯父，这个决议还是由你来执笔起草吧。我看还是老毛你来吧。我人微言轻，还是你来搞。我愿意承担责任，但是我想问，今后我们要往何处去？战斗，继续战斗，胜利或者牺牲。副超，红军现在具体还有多少人？3万多人，还有一些是从江西跟过来的民夫。8万驻里，尚遭遇惨败，只剩下3万了。同志们，老总，我来讲两句。好，3万红军，多吗？不多。少吗？也不少。南昌起义的时候，2万多人的部队打成800，这老总不还领导了湘南暴动吗？秋收起义的时候，兵力5000，却只有1000人上了井冈山，不还是开辟了新天地吗？这闹革命啊，不是数人头，而是在绝境中不失勇气。只要我们心怀梦想，就一定会向着光荣不断的前行。西征以来，我们突破了敌人4道封锁线，湘江之战的损失尤为严重，这一点我们都很痛心。但是，我们离开了被包围的中央苏区，打开了西进的大门，在大西南纵横驰骋，初步摆脱了不利的局面。这是什么？这就是一种胜利。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胜利，但却是伟大的转折。说得好。我们不要幻想反动派会放过我们，也不要回忆10万红军的过去。要想走出一条新路来，必须要靠我们自己，靠我们手中的钢枪、革命的勇气和战斗的决心。现在，红军的伤亡虽然很大，但是我们这些老骨头都还健在，建制也基本完整。红4团是南昌起义的部队，红1团是秋收起义的部队，还有平江起义团、百色起义团、宁都起义的部队，还有罗炳辉、罗胖子搞冰雹拖出来的队伍，这不都在吗？这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是一次又一次起义中保留下来的火种，是百炼精兵，是无往而不胜的铁军。有了这样的军队，还有什么样的困难不能克服？还有什么样的敌人不能战胜？好，这前进的道路啊是漫长的。从我们投身到革命的第一天，我们就明白这个道理。我们遭遇过挫折，遭遇过无数的挫折。可是现在，我们党内的主要领导都还健在，都汇集在遵义，都坐在这儿。所以啊，咱们只要团结起来，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况且，咱们红军的队伍可不止咱们一支。张国焘的部队、贺龙的队伍呢，四面出击，分散敌人的兵力。他们不怕损失，不顾危险，为的就是支持我们中央红军。这是共产党人的品格，是革命军队的力量。所以，我们必须坚定地走下去，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为中国的革命打开一片崭新的天地。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后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3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
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好久不见呀！想不到吧？从北大到医大，我们从青年才俊变成了革命领袖，不容易啊！你在荒郊野外建立革命根据地，真是天降大任呐！走，来，司令，骨头，拨车，骨头，文莱，身体还好吗？还好，这一路上，本来都生着病，可要保重身体啊！8年前，我们可是在南昌奋战过，现在，我们又站在一起了。骨头，博古，见面了，见面了。骨头兄，文天，好久不见。是啊，又见面了。骨头，你们都认识啊？是啊，我跟秋白在莫斯科工作的时候，这几位可都是我的老朋友啊。知道你们条件艰苦，不知道已经艰苦成这样了。到这儿，就是到家了。给你们准备了一份厚礼。都准备点什么呀？你猜猜啊？吃的用的，牦牛肉、毛毡毯、毛袜子，我能准备的全给你们准备齐了。知道你们远征万里不容易，特地给你们备了几百位伙夫，给大伙做饭。骨头想的非常周全，对中央帮助太大了。我得全盘考虑。给你们备了马，咱们几个上马，好好叙叙旧。走。同志们，走！你说他们有多少人马？说是有3万，我看也就2万。你没搞错吧？没错，比咱们4方面军少多了。
我们有8万人强，从实力对比上，可是他们的好几倍呀。他们可真够窝囊的，打了败仗，丢了中央苏区，队伍几乎拖垮了。人饥马瘦，事老兵疲，这上面有军事的责任，也有政治的责任。这笔账迟早是要算的，也是有人要站出来负这个责任的。那下一步该怎么办？他们要开会，咱们就去开会啊。有些话呢，势必是要讲出来；有些话，也不能操之过急。总而言之，讲话还是要看手里的实力的。目前1、4方面军的战略行动，向南不可能，向东过岷江，与我不利；向西北是广大草原。鉴于目前这种情况，我们只能转向甘肃，北上争取这一地域。党中央决定，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而且必须要迅速前进。红军战略转移的具体要求是：1. 向松潘与胡宗南作战；2. 高度机动，不能被敌人牵制；3. 坚决统一意志。2个方面军部队大，我们要特别坚定的统一指挥。1、4方面军主力会合，消灭敌人更有把握。如果我们把战略目标定在南边，打成都，这些敌人不在话下。往东打，胡宗南部至少有20个团的兵力在牵制我们。我们本来就在移动当中，如果一旦遇到强敌，还有重大减员的风险。所以我觉得，去甘肃的这个决定，大家还是要慎重考虑啊。不过，我们现在战争的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是进攻。根据地的建立，也需要依靠进攻。所以啊，我们还是要高度机动，集中主力，迅速打破胡宗南，进入松潘。今天决定，明天急需执行。我们应该力争迅速突破，经松潘，到达决定地区，继续北上抗日。可是4方面军原来做的打算是南下，要是北上，可要跟广大的干部战士做好解释工作啊。我认为，我们还是应当充分的相信我们红军广大的干部战士，我们这支队伍是在实战当中打出来的，是靠得住的。所以我相信绝大多数干部战士是能够坚决地贯彻党中央的重大决策的。2个方面军的主力会合，10几万大军，统一指挥的问题还是要尽快解决啊。我看统一指挥的问题啊，还是责成常委和军委解决。张国焘同志、陈昌浩同志还有徐向前同志，理应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意。我再重申一下，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把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好，现在大家举手表决吧。统一北上的，请举手。张国焘有些变了。要我说呀，他一点都没有变。联合国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北上，但是张国焘有不同的想法，只是并没有把它说透。
你担心的是什么？四方面军兵强马壮，实力远在中央红军之上。依着张国焘的性格，他的性格，咱们两个都是了解的。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党内、军内，我们应该给他们安排更高的职位，这样也有利于两军的团结。希望张国焘心里有度量，有大局，有真正的党性。但是啊，我们也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数年不见，人生几度秋凉啊！徐向前提出，从四方面军调3个团过来。他是黄埔1期的毕业生，话虽不多，很有主见，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好同志。像这样的好同志啊，其实还有很多。四方面军的大多数同志啊，都是识大体、顾大局的。只要我们能够搞好团结，未来就有希望，梦想就一定能实现。不知道留在苏区的同志怎么样了？希望他们可以坚持住，希望重逢的日子不远了。中央红军离开苏区之后，大量苏区军民惨遭国民党屠杀。何叔衡在撤退中负伤，跳崖自尽；瞿秋白、方志敏等被俘。陈毅率领少数战士在粤赣边界坚持战斗。龟儿子，堵得咱够严的，连个口子都不留。我带人打一下，你找机会冲出去。使不得，使不得。咱们就这么几个人，枪声一响，肯定全是别。那怎么办？躺倒睡觉，天黑之后钻过去。真憋屈，去年打仗还不是这样的。去年有去年的打法，今年有今年的对策。只要咱红军在老区，白军呐水不安生。您的腿还行吗？越来越糟了，药也断了。睡觉。